山西大同華嚴寺始建於遼代，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遼金寺廟建築群。其中大雄寶殿為核心建築，殿內供奉着五方佛，並且可以看到明代的彩塑與藻井，工藝精湛，色彩絢麗。接着還要帶大家參觀由1000多噸純銅打造的千佛地宮。地宮內供奉着元代高僧慧明法師的舍利子，是鎮宮之寶。最後再帶着大家去參觀善化寺，最大的看點便是眼前的大雄寶殿以及殿內的24諸天彩塑。聽說這裡有着善化寺藝術巔峰之作《吉祥天女》，到底有沒有找到呢？那就跟着我們的影片一起看下去吧。Hello， 大家！一大早，我們從位於大同古城北門邊上的酒店搭網約車到大同古城內的華嚴寺，整個距離約 1.8 公里，所以車資大約在起步價7塊錢人民幣就可以搞定。當然，如果您要用慢慢散步的方式穿越大同古城走過去也行，但是我們想節省更多的時間在華嚴寺及善化寺內好好逛一下，因此我們決定打車。今天的行程很單純，就是大同古城西南方的華嚴寺及善化寺。在看完大同古城景區平面圖之後，我們進一步來了解首先要參觀的華嚴寺。華嚴寺從東門進，也就是所謂的山門，這是寺院入口，象徵面朝朝陽。而進來之後就會看到普光明殿，位於前院中軸線上，這是2008年修復的精美遼風建築。再往後就是重頭戲大雄寶殿，它是中國現存遼金時期最大的佛殿。最後我們要逛的是華嚴寶塔，它位於寺院後方，是全木結構的標誌性地標。重點是地下還有全銅打造的地宮哦，那就跟着我們一起進去看看吧。好，前方看到的就是從山門進來之後，右手邊馬上會看到的售票處，直接在這裡購票即可。至於他們微信官方公眾號線上購票的部分，由於沒有台胞證選項，因此就沒有辦法事先線上購票咯。而60歲以上的同學們則是在檢票口刷台胞證直接入場即可哦。進來之後，我們首先會看到的是普光明殿，它是2008年依據遼代風格復建的仿遼金風格建築。它採用了單檐無殿頂的工法，面闊五間，氣勢雄偉。殿內不僅有精美的藻井與壁畫，更運用了簡鑄造工法，營造出寬敞的禮佛空間。再來，它延續遼代契丹族的習慣，建築坐西朝東。一踏入普光明殿，除了宏偉的佛像之外，最震撼人心的莫過於環繞四壁的巨大壁畫。這一組壁畫總面積達到1000多平方公尺。在我們進一步了解壁畫之前呢，先來介紹殿內的佛像。這裡供奉着華嚴三聖，中央是法身佛毗盧遮那佛，左右兩側分別是文殊菩薩與普賢菩薩，他們完美呈現了華嚴經中智慧與行願圓滿的境界。那我們接着來欣賞一下這了不起的壁畫。這一組巨大的壁畫是在2008年前後由當代中央美術學院的教授與學生團隊歷時數年創作完成。而這整個壁畫的內容則是在闡述善財童子53參的故事，也就是善財童子在文殊菩薩的指引下遊歷百城，參訪了53位大師，求得善知識，最終成為菩薩的過程。原來善財童子出生於富商之家，出生時各種珍寶自然湧現，故而得名。但沒有想到他長大後不熱衷於財富，一心追求真理。於是文殊菩薩指點他去遊歷，並拜訪善知識。於是善財童子開始了他的遊歷之路，陸續拜訪了比丘、比丘尼、童子、童女、天神、商人、醫師等各種不同身份的人，最終獲得了圓滿的智慧。
總體來說，這組壁畫是現代藝術家對遼金風格的致敬與重塑，色調明亮而飽滿，反映了當代對遼代皇家寺院的審美與理解。站在這裡，您也能深刻感受到佛教宇宙觀中那種一花一世界的壯闊意境哦。從慈悲的菩薩到威嚴的明王，再到神情恭謹的羅漢，每個人物的服飾與神情都經過細細的考究。當然，不管是普光明殿建築本體也好，或者是殿中華嚴三聖佛像，乃至於這令人讚嘆的壁畫，都是於2008年開始重建，然後於2010年完工的。隨着它的完工以及周邊各項設施的更加完善，讓整個華嚴寺也就成為了更加值得一逛的著名景點。總的來說，普光明殿的量體很大，作為進入華嚴寺真正古建築區之前的過渡，它可說是在一開始就帶給了遊客莫大的感動，讓遊客帶着這份感動，接着在參觀後面大雄寶殿的時候，整個情緒上就銜接上來了，並且更加的跌宕起伏。看到現在這麼莊嚴宏大的規模，很難想象2008年以前華嚴寺周邊充滿了老舊的平房，而且這些平房還滿滿的擠在小巷弄裡面，被稱為疙瘩，並且寺院與民宅之間的界限有時候甚至模糊不清，還伴隨着荒煙蔓草。有些古建築的偏殿甚至於還被挪作他用，譬如辦公室、學校或是倉庫。真的是多虧了2008年大同開始實施的古城修復工程，雖然過程中歷經了漫長的陣痛期，但也終於讓大同得以華麗的轉身。除了有計劃性的保留古城古建築之外，也發展了既時尚又繁華的新城區，徹底擺脫煤都及貧窮的命運，取而代之的是繁華的觀光產業。若談到觀光產業，大同是相當有底氣的，畢竟有數不盡的古建築呀。另外，在這邊也跟大家分享一個不說你不知道，華嚴寺分上華嚴寺及下華嚴寺。上華嚴寺以稍後即將要看到的大雄寶殿為中心，主要是講經說法的場所；而下華嚴寺以缽家教藏殿為中心，主要就是藏經閣。在明代中葉，華嚴寺曾因戰火等因素分裂為2座獨立的寺院，各有各的住持與產權。這種一寺分為2寺的狀態維持了數百年哦，直到1963年2寺才被重新打通合併，恢復成現在大家所看到的完整建築群。簡單來說，上華嚴寺看宏偉大殿，下華嚴寺看精巧藏經。而我們今天的行程則因時間的關係，就是以上華嚴寺的普光明殿以及大雄寶殿，還有華嚴寶塔跟它的純銅地宮為主。緊接着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當您正式進入華嚴寺第一道山門的時候，會看到的左右兩側這2尊哼哈二將。我們首先看到的這一尊閉着嘴巴的，其實它叫牟大將，正式名為密積金剛。而它之所以閉上嘴巴發出牟的聲音，則是代表萬物的終極與內斂的力量。我們接着來看右側嘴巴打開的阿大將，他的正式稱呼為那羅延天，他張口發出啊的聲音，象徵萬物的初始與生生不息。他們2位有着非常有力的肌肉線條，並且以威猛的形態震懾邪念，保護寺院的清淨。而他們的腳下通常踩着象徵貪嗔癡的惡鬼，代表修行者應該除掉內心的煩惱與魔障。穿過這道山門之後，我們就即將進入開闊的廣場，而雄偉的遼金時期的建築大雄寶殿也就正式映入眼簾嘍。嚴格來說，大雄寶殿始建於遼，但現存的建築則為金代重建。面闊9間，進深5間，單檐無殿頂，其建築面積達1559平方米，規模居遼金佛殿之冠。而殿內供奉着的是五方佛，四周牆壁上的則是清代壁畫，生動描繪了釋迦牟尼佛一生的事蹟。
另外，眼前看到的彩塑為什麼身軀都微微向前呢？答案是這麼一來，塑像的臉部就不會積灰塵。除此之外，前傾15度的塑像也展現出極為虔誠的朝拜姿態，而這些塑像名為20諸天像。人家說進到大雄寶殿要從地面開始看起，為什麼呢？原來地面是遼代時期保留下來的，而地面上的木構建築是金代的，然後眼前看到的佛像塑像為明代，最後天花板還有兩側的壁畫則為清朝時期修繕的，是不是很神奇呢？緊接着我們針對這1012片每一片圖案都不同的天花板來做分享。這一大片天花板堪稱遼代建築的星空，它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平旗或平硯，是中國現存最古老、量體最大的建築天花板。它由1012片正方形的木質板材做彩繪，以井字形隔網嚴密拼接而成，面積達440平方米，搭配以團龍、飛天、蓮花、牡丹等豐富的彩繪主題，用色以青、綠、紅、金為主，古樸而絢麗。我當下真的是完完全全被震撼住了。另外，整個殿內還採用了特殊的減柱法，也就是減少了12個內柱，以創造出極為開闊的禮佛空間。這個在建築史中也是極具代表性哦。欣賞完後，走出殿外，在屋頂正脊兩端有一對巨大的琉璃螭吻。我們先看右手邊的這個是金代所作，線條古樸，神情內斂，看起來甚至有一點可愛。而左手邊的這一隻則多半認為是明代修繕時才補做的，這隻看起來相對完整，裝飾感稍強，正好反映出不同朝代工藝風格的差異性。不知道這兩隻您會更喜歡哪一隻呢？再來，如果我們將這個4.5米高的螭吻跟一個1.7米的成年人放在一起，就可以更加直觀感受到它的巨大咯。逛到這邊也有一點累了，所以我們找個休息的地方坐下來吃塊餅，應該說是馕吧，順便餵一下鴿子。Hello， 大家，我們今天的行程進度呢，就是到大同古城的華嚴寺裡面，所以沒有錯，現在我人就在華嚴寺裡面咯。華嚴寺真的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景點，裡面最珍貴的就是歷經了遼代、金代還有明朝、清朝的修建，所以你會看到呢許多這樣子的元素結合在一起。不要說什麼光最裡面的大雄寶殿，一進去呢就要從地板開始仔細的看，因為地板是遼代的，然後呢建築結構呢是明朝的，那再來呢塑像也是明朝的，但是天花板卻是清朝的，所以它整體是非常非常的精彩。還有更重要的是大雄寶殿裡面的壁畫，哇，那個壁畫真的是相當的精彩。那也就是因為如此，所以前面就是大雄寶殿前面的幾個殿呢，上面的壁畫也就按照大雄寶殿內部的那樣壁畫的方式呢，重新的復原，而且是請中央美術學院的師生花了許多的時間，慢慢的把它建構起來。那個我覺得遼對我來講好像只認識了耶律阿保機。那個是他的創始人，開創者。但是遼他是在北宋的時候，當時有遼跟西夏。對。那遼呢，在北方，這個北宋無法全力的對付遼，那也無法全力的對付西夏，北宋要征西夏，遼會幫助西夏，那北宋要攻遼，西夏會幫助遼，互相牽制。對，所以變成3個國家鼎立。後來一直到了這個金出現以後，那北宋呢就想要聯金滅遼。那金當然很高興啊，因為金是受到遼的牽制很久啊。對。等到呢這個聯金滅遼以後呢，金又滅掉北宋。所以北宋是被金滅掉。對。所以這個遼雖然長久之下是腐敗了，但是因為有遼，
所以北宋還有能夠存在的機會。可是遼既然是那麼腐敗，可是你看他們留下來的，譬如說佛教的塑像也好啊，或是建築還是很可觀的。是因為他進入了中原以後呢，他也覺得應該學中原的這個文化底蘊，其中包括了佛教。所以遼就喜歡建佛寺，也喜歡建佛塔。对，聽說就是家裡有一個喜事，生兒子，生兒子建個塔，兒子死了也建個塔。結婚了建個塔。結婚建個塔，對不對？離婚了也建個塔。是啊，所以他的塔很多，有1000多個。所以這裡就有一個塔。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佛寺呢，其實像華嚴寺，歷經遼1000多年，後來經過了金或是其他的朝代明朝對修繕，清也修繕，後來民國後又修繕，現在對新中國又修繕，所以才能夠有這麼完整的這個華嚴寺。那華嚴寺它本身比日本的東大寺偉大太多了。對，我也這麼覺得。因為日本的東大寺是中國傳過去的，所以我們這裡底蘊比較深。所以我們繞了半天，我覺得這個整個優美的情況以及整個寧靜肅穆的情況讓我們覺得非常值得來大同。在來到大同之前，我對於遼跟金的認識實在是太膚淺了。我當初的歷史到底是怎麼念的呀？怎麼到最後只記得耶律阿保機、完顏阿骨打這2個人物呢？直到造訪了大同古城華嚴寺，我才認知到原來遼跟金這2個朝代的藝術和文化底蘊竟也是如此的深厚，並且令人敬佩與感動。還好身邊有一個歷史老師退休的吳老爺，針對我不懂的隨時可以幫我做補充還有說明。原來在中國古老的歷史長河中，令人敬佩的藝術輝煌的朝代不是只有盛唐和宋朝，原來遼和金也那麼的厲害呢。走着走着來到了華嚴寶塔以及傳說中有着一座純銅打造的地宮，那我們就進去看看吧。那就在我們一邊參觀的同時，一邊也來統整一下整個華嚴寺的歷史。華嚴寺始建於遼興宗崇熙7年，也就是西元1038年，它是遼代皇家寺廟。但好景不長，到了遼代末年，也就是西元1122年的時候，金兵攻克遼國，西京大同府。當時的遼天祚帝往北逃亡，華嚴寺於是在這個時候毀於戰火。在戰火的摧殘之下，華嚴寺僅存齋堂、廚房、倉庫、寶塔、經藏。到了金代天眷3年，也就是西元1140年的時候，才又重修華嚴寺以及大雄寶殿。緊接着來到了明朝洪武3年，也就是西元1370年，華嚴寺被沒為官產。到了明萬曆初年，華嚴寺又被分為上下2處獨立的寺院，各開山門。這個時候在佛像的右手邊，我們發現了通往地下一層純銅地宮的樓梯。而事實上，剛才在進來之前，就已經在工作人員那邊先領了鞋套了，以防止弄髒了地宮。那我們就一起下去看看吧。我們就一邊繼續參觀，一邊繼續聊剛才還沒有聊完的話題。剛才提到明朝萬曆年間，華嚴寺被一分為2，也就是上華嚴寺和下華嚴寺，並且各開山門。這個情形一直到清朝順治6年，也就是西元1649年，多爾衮屠殺大同的时候，華嚴寺損失慘重，僅存2座大殿。其後清康熙、雍正、乾隆、光緒年間陸陸續續補建，於是慢慢的才有今天所看到的規模。因此剛才在大雄寶殿內看到的地板是遼代，地上建築是金代，佛像塑像是明代，天花板和壁畫是清代，至此想來就一點也不奇怪了。天哪，大家眼前看到的地宮真的是好華麗呀！這個純銅打造的地宮於2009年建成，地宮整體由100餘噸純銅打造，規模為全中國最大哦。
而眼前看到的就是核心亮點，是一根巨大的純銅千佛柱，四周牆壁上供奉着4尊主佛與千尊小佛像，金光璀璨，氣勢恢宏。而正中央的是舍利寶函，也就是供奉着元代高僧慧明法師的舍利子，它是鎮宮之寶，也就是眼前看到的這個。整體看下來，無論是牆壁、立柱還是藻井，布滿了精雕細琢的銅雕、浮雕與彩繪，展現了極高的現代工藝水準。走入純銅地宮，仿佛進入一個純粹、恢宏、閃耀的金色佛國世界，視覺衝擊力極強，是古典與現代佛教藝術的完美結合。這個時候也已經是中午12點多了，帶着滿滿的感動，我們準備離開華嚴寺，先到華嚴寺出口對面的商店街去覓食。好，箭頭所指的就是華嚴寺的出口，所以鏡頭移過來給大家看一下，它的正對面呢是一條超級大的商店街。當然，在商店街裡面也包含美食街。我們準備去吃號稱刀削麵界的愛馬仕喜進道。而喜進道往哪邊走呢？順着鏡頭我們看過來，往箭頭所指的那個方向走。吃完刀削麵之後，再原路折返，面對華嚴寺的出口，往左手邊直直走。我們接着要去善化寺，建議來喜進道最好抓中午1點鐘左右，因為用餐的時間排隊人潮實在是太多。這碗刀削麵雖然貴，但絕對值得哦。飽餐一頓之後，我們再次回到華嚴寺的出口，然後我們接着往左手邊走去。换句話說，我們就會建議你一大早起來的話呢，就直接從飯店打車到華嚴寺，因為華嚴寺是在中間嘛。那華嚴寺逛完出來之後，剛好在它的前面呢，可以吃中餐。吃完中餐再決定到底是要向右呢去善化寺，還是向左去代王府。這個是一點建議。話說一路上為什麼遊客不怎麼多呢？原因是雙11長假剛結束，所以我們又完美的跟龐大出遊的人潮錯開了。瑞幸咖啡，我又看到我的能量補給站啦，於是雙腳又不聽使喚的走過去啦。這個時候的大同已經非常冷了，點一杯熱拿鐵，邊走邊喝，用散步的方式走到善化寺，那真是一個完美。雖然剛才在華嚴寺的出口有問過服務人員如何走到善化寺，但如果同學們還是不放心的話，那就可以打開手機裡的高德地圖，輸入目的地善化寺，然後開步行導航。我們再看一次大同古城的平面圖，就可以知道善化寺其實是在南門旁邊。不過出門前記得先將高德地圖 APP 做更新到最新版本。開啟步行導航的時候，您就會發現左下角有一個 AR 實境導航，將它點選下去之後，接着手機鏡頭對準正前方自己要走的道路，就會發現路面上出現藍色箭頭，並且即時標示着距離目的地還有多少公尺。這個時候只要跟着藍色箭頭走就可以咯。很快的，我們來到了善化寺，但是在進去之前，我們必須要先欣賞一下它正前方的五龍壁。不過另有一座九龍壁在北城門那邊的代王府，這部分就留到明天再過去看咯。我們先來分享一下這座五龍壁，它建於明代萬曆年間，原本是興國寺山門前的照壁，到了1980年，為了文物保護與空間優化，才正式搬遷到現在善化寺的門前。這座照壁由彩色琉璃拼砌，展現了5條在雲海中翻騰的4爪金龍。
算是明代琉璃工藝的巔峰之作。好，那我們就正式進入華嚴寺來看看咯。一進來，經過山門之後，馬上映入眼簾的就是三聖殿，這裡是建築發燒友的朝聖地。請抬頭看一下它的屋檐，那些像蓮花般層層疊疊綻放的木結構叫做斜拱。這種60度放射狀的斜拱不僅展現了近代建築豪放、充滿張力的美學，也是當時工藝創新的巔峰。它被民國初年的建築大師梁思成讚譽為含有無限的力量。然後我們再隨着鏡頭轉過來，回頭看看剛才進來的山門，這是中國現存最大的金代山門。那我們就正式進到三聖殿裡面看看吧。進入三聖殿之後，看到的是主佛，也就是毗盧遮那佛。位列兩旁的同樣是文殊菩薩及普賢菩薩。在虔誠禮佛參拜完菩薩之後，我們還要找到一座著名的石碑，也就是朱變碑。上面記錄了南宋使節朱變被金朝囚禁於大同14年的故事。他於西元1128年奉命出使金國，試圖談判贏回宋徽宗欽宗的靈柩，並緩和兩國關係。但由於金國當時處於強勢地位，無意與南宋平等談判，因此將他扣留，並作為向南宋施壓的政治籌碼。直到西元1143年宋金和議達成後，他才被釋放。這期間他堅貞不屈，是歷史上著名的節氣使臣，並且他也在這10多年被囚禁的過程中見證了大同的興衰。另外，朱變還有一個不說你不知道，他就是南宋著名的理學家朱熹的叔祖父哦。因此，若有一天您來到善化寺的三聖殿，一定要好好看一下這座著名的朱變碑。由於三聖殿對我的吸引力實在太大了，所以一進來我就先衝一波三聖殿，接着再回過頭來看看剛才山門裡的4大天王。事實上，這4大天王也非常厲害，他們是明代彩塑的傑作，並且被稱為最萌的4大天王。尤其是眼前看到的這一尊西方廣目天王，常常被用來作為最萌表情包。緊接着這一尊手持7層摩尼寶塔的，則是北方多聞天王。寶塔象徵智慧與庇護，寓意則披八荒。再往旁邊懷抱着琵琶的是東方持國天王，象徵着用音樂和和諧來感化眾生。緊接着我們來到後方的大雄寶殿，這裡最震撼的除了宏偉的建築空間之外，還有那組國寶級的金代彩塑。中央供奉着五方佛，而兩側排列着24諸天護法神像，列為兩旁的塑像高約3.77米，神態各異，有的觸目圓睜，威風凜凜，有的則溫婉如少女。特別是大吉祥功德天，也就是俗稱的吉祥天女，她面如滿月，神情慈悲，被譽為金代最美彩塑。而事實上，我今天整個行程的重點，主要就是為了親眼看到這一尊吉祥天女啊。在介紹她之前，我們先跟着鏡頭快速瀏覽一下全中國現存年代最早、規模最大、陣容最完整的金代原作，堪稱海內孤品的24諸天彩塑。每一尊塑像神情、姿態、衣飾皆獨一無二，性格鮮明，充滿人間氣息與動感。另外，在藝術表現上也完美融合了唐代的雄偉大氣與宋代的寫實細膩，這真的是金代彩塑藝術的最高水平。天哪，我看到吉祥天女了，好激動啊！她真的好美好美，美呆了。我生平第一次站在塑像前，不覺得她是塑像，而覺得她是一個人。他的面容微微呈現豐潤的感覺，眉眼低垂，嘴角微笑，眼神中流露出慈悲與寧靜，仿佛你跟他對到眼，你的心靈會被撫慰。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跟右手邊的神像比較起來，他的臉部呈現出一種古樸的白色，而沒有上彩。那是因為他在明代重繪的時候僅上了粉底，也就是底色，而未完成最終的上彩。這種意外的留白，反而讓他的神情更顯聖潔超脫，被譽為善化寺的藝術巔峰之作。
另外，眼珠的部分跟平遙雙林寺的佛像一樣，都是嵌入黑色的琉璃珠，在光線的照射下，眼珠會呈現反光，並且隨着觀看的角度移動，反光的位置也有所不同。這24尊諸天護法的眼珠用的都是同樣的表現形式。大家看，眼前這尊諸天護法身上的鎧甲是不是既威武又華麗？縱觀今天一整天這樣子逛下來，仍然是滿滿的震撼與感動。如果說華嚴寺展現了皇家的輝煌與信仰的巔峰，那麼善化寺感受到的則是一種更純粹、更震撼的遼金藝術靈魂，而他們都是能讓所有藝術與歷史愛好者為之屏息與讚嘆的殿堂。另外，許多人也都贊同，在大雄寶殿內真正的靈魂，無疑是那24尊金帶諸天彩塑。這些塑像達到了中國彩塑藝術的至高境界，它將神性的威嚴與人性的溫度完美融合，甚至於當你站在它面前直面它的時候，你能感受到它想要告訴你些什麼。很快的，我們在大同的行程也差不多來到尾聲。接着明天我們還要再進一次大同古城，逛一下代王府以及九龍壁。接着我們就要搭4個小時的高鐵到山西的南端，也就是臨汾。預知詳情，還請繼續支持我們的頻道。那今天的影片到這裡也就告一個段落，我們下次見嘍，拜拜。